大家好，肖战双11晚会呢没有上台，但是发现呢备案书曝光，这是第一件事情。第二件事情呢，就是肖战现身中华 TV， 登陆韩国有线频道，这种优秀呢再获专业的人士认可。专业人士和普罗大众其实还是不一样的。第三个呢，就是著名的狗仔被顶流收买，恋情观呢赴死太终，结果肖战和黄明昊躺枪了。双11了，今天是双11嘛，对不？各大平台的双11晚会呢也是全部落幕。首先让网友期待的肖战还是没有出现在晚会上。随后呢，有细心的网友发现，肖战加盟天猫双11晚会呢，其实早就已经备案了。至于最后关头没有出现，还是受到了黑粉的抵制。从网友晒出的批准书当中呢，基本证实了这一点，引发了网友的热议。从晚会备案书中可以看到，大概描述了这次需要演出的阵容，而肖战则是增加演员中的代表，名字很清楚地写了出来。一开始呢，肖战参加双11的消息传出后，不少网友还是不相信的，但是很快晚会的现场工作人员就晒出了肖战彩排的路透。但在正式的晚会直播中呢，肖战还是没能出现。比较关注的网友应该知道，从他出事以来呢，就比较知名的黑粉，其中呢，大富贵也是一个。在演出的当天呢，大富贵就晒出了肖战晚会的批准书，向肖战的黑粉呼吁，表示只要肖战还没有上台，就能够继续进行抵制。在他的评论区呢，也能看到很多黑粉在组织打相关部门的电话投诉。从最后的结果看，应该是成功了。所以呢，肖战本来能够参加演出，最后紧要关头还是没能上台。当然呢，这里还是要归功于所谓的黑粉。从年初到现在已经过去了大半年，肖战虽然不会再重蹈覆辙，但黑粉还是有牵住他一些的。电视剧能够按照自己的节奏拍摄，但公开的活动和舞台，肖战参加还是很困难的。想要重回正常的曝光，黑粉这一关是不能躲过去的。不得不说，这次肖战都已经彩排了，最后还是不能上台，着实很可惜。这件事的本质和青春还原记其实事件也差不多，肖战应该是又一次受到伤害。所以说其实我个人觉得还是空降比较好，空降的话就省得这种提前路透，因为提前路透的时候粉丝就马上去抵制。所以说我觉得建议还是去采用空降的形式，让这种黑粉就是找不到这种有效的信息。好，就是还有一个就是我们上次报道过的，肖战现身中华 TV， 登陆有线频道，再获专业的人士认可。首先呢，细心网友发现肖战现身中华 TV， 登上韩国有线频道，被全方位的进行介绍。优秀之处呢，再次获得专业人士的一致认可与夸赞。据网友分享的视频可见，肖战呢并非真人出现在现场，而是以图片的形式现身了。现场呢共有4个专业人士在场，对肖战进行介绍。说到肖战被专业人士介绍的节目是 China World， 并由韩国中华电视台播出，其简称为中华 TV。 这是韩国国内唯一24小时播放中文电视节目的专门性综合电视台。这个节目的主要内容呢，包括了中国的电影、中国电视剧、汉语教学、演艺娱乐、新闻及文化纪录片等等。由此可见，该节目类型多，受众面也广，或欢迎程度也高。现如今呢，中国内地男演员、歌手肖战以特别的形式登上该节目，还被专业人士多方面进行介绍，让更多的网友进而认识到与了解他。虽说这个节目专业人士是用韩语谈及肖战，但是可以借助中文字幕清晰地知道他们说了一些什么，夸赞了肖战哪一些方面。肖战像是被夸演技及唱歌棒，是个才华横溢的男明星，而且还提到了在性感的男子中排名第一，评价到肖战比起性感可能会偏向于清纯。除此之外呢，他们还提到了肖战在出道前从事的职业是设计师兼摄影师，多才多艺说的他没错了。在广大观众欢迎的节目中呢，肖战能够获得如此的肯定，实属不易。肖战出道呢已经有4年的时间，他不是一夜爆红，而是凭借自身的努力，一步一个脚印，打出了属于自己的一片天地。相信日后的他呢会越来越好。就正如在节目中，专业人士说肖战形象非常干净，另一个专业人士谈到说，希望他能够成为韩国矿泉水的代言人，清朗的这种感觉。
的确如此，肖战给人的第一感觉是一人千面。现当下，我们通过中华 TV 看到专业人士对肖战的肯赞，这无疑是对肖战莫大的认可。肖战的优秀已经有非常多的专业人士进行了认可与夸奖，但再看到韩国节目上报道有关他的事件，还是感觉非常欣慰的。想必大家也是这样认为的，就像是内娱之光被发现了，而且登上了权威的电视台报道，应该优秀的人在哪儿都是可以发光的这一句道理。在这里给肖战点个赞。现在的肖战比以前更加出色了，被越来越多的媒体报道也很正常，表明他自身的优秀再次获得了专业人士的认可，也相信他未来之路会更加璀璨。所以说其实肖战真的还是挺优秀的。好，我们再来说一下就是狗仔队的这个事情。2020年11月9号晚上11点51分，著名的狗仔发布向大家道歉，表明我就是个小小狗仔，没啥背景，明天没瓜了，怕炸号。这个狗仔本来计划是在11月10日曝光一个顶级流量的恋情瓜，但是很有可能被收买了。狗仔还特意强调没为钱贵，有点掩耳盗铃，欲盖弥彰，此地无银300两的意思。如果没有被收买，狗仔辛辛苦苦拍出这照片视频，怎么盈利？不就是等着这一刻吗？他以前曝光了很多不知名明星的恋情，这些明星肯定不会花钱买照片的。狗仔曾经给出提示，微博粉丝在2000万到3000万之间，那就很容易找了。肖战、李现、朱一龙、罗云熙、任嘉伦、黄明昊、范丞丞、魏大勋、白敬亭、朱正廷、李佳琦、邢少林、王嘉尔等人都符合这个标准。今年4月份这个狗仔曾经预报过一个抽烟瓜，表示这个人是顶流，结果第二天就爆出了李佳琦，令网友大失所望。虽然李佳琦的粉丝很多，但他不是爱豆，不是王源，而且他是在自己的车里抽烟，不算公共空间。所以这次狗仔再次预告顶流恋情瓜的时候网友猜是李佳琦，狗仔很快就否认是李佳琦了。网友又发现狗仔偷偷关注了李现，难道这个恋情瓜的主人公是李现？双方接上了头，开始谈判了。狗仔很快又否认是李现。还有网友猜是朱一龙，反正他涉嫌隐婚生子，已经糊了一半了，再爆一次恋情也能承受得住。还有网友猜是肖战，肖战抵制了8个月了，经常深居简出，消失在大众的视野当中，正好可以谈个恋爱打发时间。著名非著名娱乐人吴青峰指出，更多的网友还是猜测乐华的3个人：黄明昊、范丞丞、朱正廷。因为这一批出来的许多选秀明星很多都爆出恋情了，比如小鬼、任豪、夏之光、李文翰等。这些人太喜欢恋爱了。11月9日网友们猜得不亦乐乎，没想到第二天狗仔跑路了，不爆料了。或许这是狗仔自导自演的一出好戏。如果真的有肖战、李现这种级别的明星的恋瓜，不可能只有他一家拍到了，别的狗仔也可能会拍到，那哪里还有时间去预告呀？那肯定就直接爆料了，对不对？怎么会可能会有时间让你去预告呢？好，今天针对肖战的视频就到这里，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。如果大家喜欢我的视频，欢迎关注我的频道，点赞、分享、转发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